第1048章争取天火三玄变。听得萧炎此话，唐振以及其身旁那红衣女子皆是一怔，旋即眉头微微皱起。天火三玄变乃是焚炎谷镇谷之宝之一，虽说这种秘法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是废柴秘法，但对于体内拥有着一些奇异火焰的人却是堪比利器。天火三玄变能够将人体之内隐藏的火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运转，最后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极强的实力，每一变都是能够爆发一种火焰，3变叠加，那增幅的实力可是相当恐怖。当然，这种火焰爆发而出的能量颇为狂暴，若是身体强度不够者强行爆发的话，也只会令得能量反噬。因此，对于这天火三玄变，即便是焚炎谷内部也是保存的极为严格，唯有真正的核心弟子方才能够修行到天火三玄变的第一变，至于剩余的2变，则是需要看其对门派的贡献以及本身的天赋。所以真要算起来，整个焚炎谷中修行了完整版天火三玄变的人恐怕也是屈指可数，而既然连本谷弟子都是难以修行齐全，由此也可看出焚炎谷对于这天火三玄变看的是何等的重要。萧炎目光紧紧地盯着唐振，袖中拳头也是缓缓紧握。天火三玄变他是志在必得，如果这唐振不肯允许的话，那他恐怕也是要花费不小心思了。大殿中的众人对于萧炎的要求也是极感诧异，他们没想到后者居然会如此的狮子大张口。天火三玄变这等高级秘法，虽说对于某些人是无用的东西，但对其他的一些人来说却是拥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外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得到，这小子胃口不小啊。唐振沉默了半晌，终于是缓缓摇了摇头，望向萧炎道：天火三玄便乃是焚炎谷镇谷之宝之一，按照规矩并不能外传，这一点即便我是谷主也不能违背，所以你换一样其他的吧。闻言，萧炎心中也是一沉，看来他是小看了天火三玄变在焚炎谷的地位了，难道就要这般放弃了吗？天火三玄变对于萧炎来说几乎是为其量身打造的秘法，他身怀多种异火，到时候3变一同爆发，那增幅的实力定然极为可怕。因此对于他，萧炎是抱着真正的必得之心。唐谷主，天火三玄变对我很重要，难道便不能破例一次吗？萧炎不死心的道。唐振叹了一口气，挥了挥手道：炎萧小友，我焚炎谷其他的一些功法或者斗技也同样不是寻常之物，换个其他的对你来说也会有着不小帮助的。萧炎眉头紧皱，片刻后突然道：唐谷主，这次炼制的丹药对你来说是否挺重要？闻言，唐振迟疑了一下，却是看了一旁的红衣女子一眼，缓缓点头：是很重要，而且在这半年内必须将这丹药炼制成功。我已经有过打算，若是此次炼制失败的话，便去请丹塔的那些老家伙出手。但你并没有直接去找丹塔的人，想来请他们出手的报酬定然极其之高吧？萧炎轻声道，旋即接着道：那不知道即便是由我与这位幻大师协助，唐谷主炼制丹药时成功率能达到多少？唐振眉头紧皱，片刻后方才缓缓的道：5成。这个数字是他的最高估计。这丹药与寻常丹药有些不同，炼制之间倒是显得格外困难。一伙炼制丹药能够令得丹药成功率加高一些，有我相助，成功率应该能加一些。萧炎微微一笑道：他并非是自大，而是对自己的炼药术有着信心，再加上他那比寻常7品炼药师强上许多的灵魂力量，他绝对有把握说这句话。听得萧炎这番话，唐振倒是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，但经过先前的测试，因此眼中的质疑倒是并不多。这个看上去年纪并不大的年轻人似乎的确是有些不简单。说这话并非是要炫耀什么，而是想告诉唐谷主，邀请我并不会是什么错误的决定，说不定正是这一点点的成功率会令得这次炼丹出乎谷主的意料。萧炎目光直视着唐振道。唐振手指轻轻在桌面上滑动道：炎萧小友还是不想放弃天火三玄变？如果唐谷主觉得这一次的炼丹对于你来说比天火三玄变更重要的话，
或许可以试试。萧炎的目光不着痕迹地在一旁的红衣女神身上扫了扫，轻声道：“萧炎。”这话直接是令得唐振一滞，眉头紧锁，看了一眼身旁的红衣女子一眼，沉吟了好半晌，方才缓缓点头道：“这次的炼丹对于我来说的确是极为的重要，比天火三玄变更重要。”话音到此，唐振顿了顿，旋即目光直指萧炎，笑道：“炎萧小友，你这口舌，老夫的确不得不服。被你这么一说，倒是将我焚炎谷那天火三玄变的价值给降了不少。我也承认你说的话，但焚炎谷有着焚炎谷的规矩，这些连我都是不能改变。”闻言，萧炎微微张了张嘴，却只能一声苦笑，说成这样都没用的话，那他也是没办法了。不过唐振望着萧炎，话音却是突然一转，道：“若是你真能助我成功将这次炼丹完成，我或许可以一次机会。如果你能自己把握住的话，天火三玄变便也能属于你。”听得此话，萧炎顿时喜出望外。虽说唐振并没有直接答应说将天火三玄变给他，但至少是有了一些机会。不管这机会有多么的缥缈，可总比与焚炎谷撕破脸皮的好。风雷阁的实力，萧炎见识过，而这焚炎谷名为三大谷之一，实力绝对比风雷阁更强。若是可以不与之交恶的话，那自然是最好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多谢唐谷主了。冲着唐振拱了拱手，萧炎笑道。唐振摆了摆手，一声轻叹道：“先别谢我，这一切都是在炼丹成功的前提下，而且即便是炼丹成功了，你能否顺利带走天火三玄变，也得看你的本事。”萧炎点了点头，他自然也能够知道，想要毫无阻碍地将天火三玄变弄到手，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既然没有了问题，那么便先请诸位先行回客房休息一下。赤火见到再没有了什么问题，唐振对着赤火长老挥了挥手，后者连忙行出，对着众人抱拳笑道：“诸位请跟我来。”见状，萧炎等人也是站起身来，对着唐振拱了拱手，然后便是跟着赤火长老行出大殿。随着萧炎等人的出殿，大殿内也是变得安静了下来。唐振脸庞上的笑容也是缓缓收敛，轻叹了一口气：“爹爹，你真打算将天火三玄变交给这炎萧？”红衣女子转过身，美目望向唐振，贝齿咬着红唇，道：“哎，火儿，你应该知道这次炼制的丹药对你有多重要。当年你想要强行融合九龙雷罡火，反而导致火焰反噬，虽说捡回了命，但却留下了极大的后遗症。若是这样下去的话，不超过1年，你便是会生气枯竭。”唐振目露慈爱之色，站起身拍了拍红衣女子香肩，道：“我炼制这丹药的成功率也的确如炎萧所说，并不高。此人虽说年轻，但我敢说他的确是有着一些本事，有他帮忙，想必能够让炼丹的成功率提升不少。但天火三玄便是焚炎谷顶尖秘法，即便爹爹同意了，长老会那里也是很难通过啊。”红衣女子美眸泛红，低声道：“我也说了，只是给予炎萧一次机会，到时候我可以让他按照谷内核心弟子的待遇，只要他有能力达到考核资格的话，长老会那里也不会多说什么。不管怎样，我毕竟是谷主。”唐振笑着摆了摆手道。闻言，红衣女子也只能点了点头，轻咬着银牙道：“都怪那小子太狮子大张口了。哼，这小子虽然不客气，但却是有本事的人，这般年龄便是能够收服一伙，若是有强者帮忙，倒还说得过去，可要是依靠的自己之力，那便是有些恐怖了点。”唐振笑道。他故意遮掩了容貌，但真实年龄应该也与表面相差不了多少。老夫倒是从未听说过中域何时出现了一名如此陌生年轻七品炼药师，想必这炎萧的名字也应该是化名，藏头露尾，多半不是什么好人。红衣女子嘟囔道，显然萧炎以炼丹为由强迫唐振做选择，令得他怨念不小。唐振笑着摇了摇头，宠溺地拍了拍红衣女子的脑袋，转身对着大殿一处侧门行去。好了，别嘟囔了，先去准备吧，今天下午便开始炼丹，若是能够将丹药炼制出来，也算是卸去了我心中的重担。我倒是有些好奇，那炎萧究竟有什么本事，希望他是真如我所料。